好，大家好，欢迎来到 Let's Visualize 的最后一场 talk， 我是 Jane。那我今天，谢谢大家。我今天为大家准备的主题是用文字生成打造下一代的用户体验。那其实呢，要准备这次的演讲，我的主题换了很多次，因为我本来是想要讲一些跟 AI 相关的东西，因为这是我去年最热衷的事情。所以呢，我就尝试在 Vision O 上面做一些 AI Companion 啊，或者是 AI 生成 3D 模型之类的 App。但是呢，我的这些 App 都是做在模拟器上，因为我在台湾没有机会用到这个时机，所以一直等到我真的做出一点东西之后，我才有机会去上海 Lab 体验。那我去那边体验之后，就发现我的 App 超级难用。就是为什么难用呢？就是我的 App 有很多地方都要我的使用者一直打字。然后我真的使用之后，我才发现 Vision Pro 现在是不支援中文语音辨识的，所以我就只能在那边虚拟键盘一直戳，然后我就觉得我真的不想用。然后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开一下一些我的旧的 App， 一些小 App， 然后直接从 iOS 转过来，然后打开来看就觉得，哦，他们确实是看起来蛮漂亮的，可是就是有很多的按钮或者资讯我都放在那个4个角落上。这在 iOS 上或在 iPad 上都很合理，可是没有想到进到 Vision Pro 之后就觉得，哇，我的眼睛要看4个角落好累哦，我的眼皮好像没有接受过这个训练，然后我就觉得我用的我自己的 App 都很难用，都在考验使用者的耐心还有眼肌力。对，所以我就觉得好伤心哦，怎么我都做出这种 App？ 然后呢，在同一个那个实验室的旁边的人就跟我说，没关系啊，你可以外接键盘或者触控板。我就想说也太麻烦了吧，我自己都不想做，我还要逼我的用户做吗？所以就有点哀伤的坐在那里看别人使用。那就看到我对面的人用的非常的开心，他们一直有一些惊呼的声音。我想说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了不起的 App？ 所以后来结束之后，我就问他们，就他们居然跟我说，没有啊，可以用手拉动视窗，不是很酷吗？然后我就想说，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其他的 VR 产品也可以拉动视窗啊。然后直到我回家在想，我到底要怎么样让使用者可以轻松的打字，尤其是不是英文的使用者的时候，我才突然发现，其实他们说的话是关键的，就是关键并不是拉动视窗，而是用手拉，就是用手是一个我们每个人本来就已经很擅长的工具。那我觉得 Vision Pro 的魅力是让我们可以直接用我们本来就已经内建已经学会的工具来操作它。所以他们感到愉悦感并不是哇视窗在动，是说我不用学任何东西，我直接就可以用。所以我才突然了解，对啊，不是每个人都很会用摇杆，也不是每个人都想要外接这些键盘什么有的没的。所以如果可以有一个 App 是没有任何学习曲线的话，那真的是非常了不起。所以我就想说，哇，那我也想要做成那样，那会是什么呢？那就是手、眼跟声音。那我那个手设程式码，我一打开那个 Happy Bean 的 demo， 我就想说真的太难了，所以就直接放弃。那刚刚有听了那个 AI 搬运工前面的教学，我想回去之后我应该可以试看看。那眼睛视线这个 API 呢 ，Apple 没有开放给我们使用，所以最后就只这样说。那说这个我很熟悉啊，就是钢铁人呢，我可以做一个让使用者像钢铁人一样的体验，就是手插口袋，非常 chill 的，出一张嘴就好的体验。所以我就想说，好，我要来实做看看这个想法。那当然，我们就是要从简单的东西做起。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来做一个记账的 App。为什么选记账呢？因为这是一件我从小到大到现在我都觉得很麻烦的事情。所以我想说，好吧，也许我可以做一个手插口袋的记账体验。好，再来是我本来做一个 demo， 但是因为我看前面的讲者都太酷了，大家都在 Vision Pro， 所以我在这里也借了一个 Vision Pro 要来实际的 demo。就这个，它本来这个小鸭子就是我的 AI Companion， 可是最后没有办法出场，所以我还是把它放在这里。那基本上它就是一个记账 App， 然后我就想要我用说话就可以记账，所以帮我新增去北京的花费，机票大概13000，住宿1万，还有其他有的没有的3000块。嘎嘎嘎，好的好的，我已经帮你加。北京的开销变大了，机票是13000块，住的地方要1万块，还有零零碎碎的3000元哦。好吧，重点就是它，这里就是
哎，不要删掉，重点就它旁边新增了3个直接基金的3个花费，然后还有，好，可以帮我看咖啡的花费吗？嘎嘎，找到2笔咖啡的可爱账单哦，加起来总共是78元呢。好，就是示范使用者可能会觉得最麻烦的就是要手动新增资料，好，有时候想要看一些总结资料，可是要自己手动按就很麻烦啊。我直接拿下来，它没有切换回来耶，怎么办？救救我！哦，我换下一张是吗？哦，播放。哦，好，太好了。好，所以刚刚那个里面是用到了什么技术呢？就是语音辨识加文字生成。那这个实作呢，其实在座的各位优秀的 Apple 开发者都已经可以做到，因为有一个完全内建的方案，就是 App Intent。App Intent 是一个 framework， 它就是让我们可以打包我们 App 里面的功能提供给系统使用。那系统呢，就包含 Shortcut， 还有 Spotlight Suggestion。然后还有伟大的 Siri， 所以你只要把你的功能做成 intent，Siri 就会在跟用户讲话的时候去判断，他们是不是想要用你的功能，然后就会自动去呼叫这个 intent， 所以你完全不用烦恼要怎么样做语音辨识，或者是去判断用户要做什么。那这样我们是不是就是解放用户的双手跟双眼，达到了钢铁人的体验呢？很可惜没有，因为 Siri 它没有办法一次完成复杂的任务。就像刚刚啊，我要新增一笔花费，我会要跟他来回，他问我请问你的标题是什么？你的日期是什么？你的花费是什么？就要花个3、4次才能做完。所以简单来说呢，这边出现的问题是 Siri 写参数很慢，所以我才要用文字生成来解决它写参数很慢的问题。我就只是用文字生成其他帮我写这些 intent 的参数，那产生之后我就可以直接去呼叫跟执行。对，所以今天呢，我要教大家的实作的主要就是这个文字生成的部分。那这件事情呢，其实不管你有没有 App Intent 都可以做到，因为就算没有这些 App Intent， 你的参数还可以拿去呼叫任何 function。但是呢，我还是想要鼓励大家用 App Intent 来实作，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一举多得的实作方案。首先就是你很轻松就可以用最快的方式让系统帮你完成基本的功能，然后还可以帮你把这个框架做出来。那你接着只是用其他的工具强化它。那搭配 Siri 还有个不可取代的优点，就是使用者完全不用看你的 App， 他只要讲话就好了。然后等到如果有一天 Siri 变聪明的话，那你就是最早享受这个升级内容的人。那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这边不会介绍 App Intent 的实作，大家可以回去看WDC 的影片，真的非常简单，我相信大家可以很快做出来。那我们今天呢，就专心来讲文字生成的部分。好，所以文字生成是怎么做的呢？就是利用 LLM。大型语言模型，它呢就是机器学习训练出来的一种模型。在这个训练过程中啊，它就会被灌入很多大量的文字，然后他们就会试着学习，这些文字之间的规律是什么呢？然后用这些规律来产生文字。那这个规律实际上是用来判断可能性最高的下一个字是什么。所以要记得，语言模型它不是懂你在说什么，它只是懂你的套路，懂你说话的套路。所以他就会看穿我们怎么讲话。虽然他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可是没有关系，我懂你的套路，我就可以学你，我就可以用一样的方式说出来。所以基本上任何你可以把它变成文字化的东西，你可以在文字中有一些规律的东西，你都可以叫它去找出这个套路，然后让 LLM 帮我们生成。那我们就是要利用这个，让它来帮我们生成参数。好，那我们知道要用 LLM 之后，下一个问题就是 LLM 要从哪里来？如果你是新接触这个呢，我建议大家直接从免费的 API 开始，因为就是先试看看，我们先不要去烦恼钱跟部署的问题。非开源呢，目前免费的我知道的是 Google AI，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大家可以等一下推荐。那这个非开源的缺点就是你的资料会被拿去训练。那开源的话呢，我会推荐大家使用 Together AI， 不过它并不是真的完全免费，它是有$25的免费额度。但是如果你只是拿去做文字生成，很难用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花费。这边呢是它的计价表，就根据你的模型大小不同，会有不同的价格。那在文字生成的模型的市价是根据你的一个模型有多少 billion 的参数来决定它有多大。所以在这边最上面就比较小的4 billion 模型，到最下面有到70 billion 模型。我们就假设我们都用这个最贵的模型来跑，要多少钱呢？是100万 tokens
0.9美金。那这个 token 是模型内部处理文字的单位，所以每个模型有点不太一样。但是呢，我们可以大概的说，一个中文字大概就是2 token， 一个中文字2 token， 所以100万个 token 等于50万个中文字，0.9美金。所以你大概需要让模型这个最贵的模型帮你处理1300万个中文字，你才会把这个免费的扣打用完。所以对我来说，我就觉得这个是免费的。不过呢，这个免费的当然有它的限制，就它有每秒的请求限制，所以你就比较适合自己使用。好，那如果你决定要使用开源模型的话，一开始可能会觉得哇，怎么有那么多模型，要使用哪个？这边就是几个我建议大家入门可以使用的。那这些也是大小可以很适合装在使用者的装置上的。那这几个也都很热门，所以基本上都有 Web 端可以使用。你可以去搜寻 Together AI 的 Playground 或是 Hugging Chat。好，那在这个 demo 里面呢，我选的是 Qwen 1.5， 为什么呢？第一个当然是因为它会中文，其实这件事情在开源模型里面还蛮珍贵的，就大部分的原模型是只会英文的。然后我也检查了它是不是可以商用，虽然我只是要今天做个 demo， 但是我们想要保留一些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嘛。然后 Qwen 这个系列呢，它有出了很多不同大小的模型，从 0.5 到 72B。那有这么多种选择，对我来说的好处就是我可以很方便的去测试它们不同大小之间的能力差距。我不需要去改动太多的参数，然后这个模型的训练资料有包含 coding， 就是它已经稍微了解 coding 是什么了。那在我这边我需要的是我想要它回传一个 JSON 给我，所以基本上只要它有看过学过任何 coding 的东西，它一定会 JSON。好，然后最后是它有聊天版本。什么是聊天版本呢？就是一个懂我们套路的聊天模型。我们呢，只要用这个模型学过的一种聊天套路跟他讲话，他就会用聊天的方式跟我们互动，然后也更会记得我们前面到底说了什么。那我会需要这个，所以我有储存使用者最近跟我说的5句话，因为使用者有的时候可能会讲一些跟前面说的有关的，比方说我可能会说，帮我新增买衣服花200块，然后过一阵子他可能说，刚刚记错了，那笔花费是300块。如果我没有前面这句话的话，我模型就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现在要做什么。所以呢，最后具体来说呢，我是选了这3个模型 1.8 4B 跟1.8 4B 跟 7B 的。我选这种3个模型，所以我想要在测试的过程中找出一个我最适合我的最小可行方案。好，选好 LM 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跟我们的程式接在一起了。那不管你是选择在本地或是云端运算，你要串接起来，你都会需要提供这4个参数。首先，第一个呢就是 prompt， 这个意思就是提示词，指的是这个模型要接下去的前文前面讲的内容是什么，这个会影响生成的结果，因为模型就会根据你前面讲的前文和它学会的套路组合在一起，来判断下一个字要说什么。然后再来是停止字，因为模型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往下生成，就像是在跑一个 while loop， 所以在这边我们必须要去检查它生成的字是什么。如果生成了这里面的字，我们才跳出这个 while loop 回传结果。然后再来 temperature， 它是一个0到1之间的值，这个参数呢会对最好的下一个字的概率做一些微调。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如果这个数字小的话呢，就每次执行的结果就会差不多，甚至每次执行的结果都是一样。数字越高的话呢，就可能会把原本分数低的可能拉到前面，然后结果就变成每次执行都不太一样，结果变得很多样化。然后最后这个 max token， 相信大家现在已经知道什么是 token 了，那就是它允许的最长回传是多少。当它生成的内容达到这个数量之后，它就自动停止。那这个东西也会影响生成结果，就是你给的数字越大，那这个模型就会尝试讲更多的长篇大论；数字越少，它会尝试用短的句子完成，但就是不一定保证写得完。那我接下来呢会花时间讲 prompt 要怎么写，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不过在这之前呢，我想要先带大家看一下，到底为什么要投资 prompt， 为什么要花时间研究 prompt 的技巧，测试不同的 prompt 到底有什么好处？好，我们要让 LM 帮我们选择用户的 intent， 然后回传 JSON 给我。用最简单的方式，可能就是这样写，就跟他说新增用户想要新增权，他要做哪个动作，帮我选出来，并且用 JSON 提供参数。然后后面当然也放了我有的 intent 的选择是什么。就这样子发出去呢，我用4B 的模型执行，结果呢会得到这个回传，就是好长一串。里面呢看起来它是有选中了一个正确的，我们要 observe spam 嘛。
然后他也有给了我一个 JSON， 但就有点问题，这也不知道为什么写一个 new date。然后最后面又讲了很多的废话，就是跟我说哦 ID 是唯一的标示符，跟我解释这些参数是什么。那大家可能看到这个就会觉得啊，这模型太烂了，不好用，我需要找一个更好的。那在这边呢，我就让大家看一下我调整之后的 prompt 大概是长这样。等一下会一一介绍，重点是它多了很多字。那多了额外的资讯之后的回传就变成这样，非常的简短，它就直接告诉我哦，要新增花费，费用是多少，标题是什么，日期是什么时候，还有 tag 是什么，这边全都是我要的，很好把资讯拉出来。同时呢，我用更小的模型，我就算用 1.8B 的模型也一样可以做到一样的结果。所以我调整的 prompt 不但让它可以完美的做到我想要的，我还可以用更小的模型达到。那在这边可能会想说，啊，可是 prompt 变那么长，会不会效能变不好啊？那我就算给大家看哦。原本我们的 prompt 是105个 token， 回传给我151个 token， 修改之后呢，变成362跟回传44，分别就是这个多了，变成345%和30%。那这样具体的差异是什么？这个呢是在 M2 10核心的机器上运算的速度。我会选这个，虽然这个是 Vision Pro 用的。那这边的数是它如果跑一个7B 模型会花的时间，每秒可以处理多少 token， 每秒可以处理多少 token。那这里可以看到，它其实是有分两个的，就是输入跟输出。输入的速度其实比较快，意思就是模型其实阅读比写字快，阅读比写字是快非常多的。所以实际上运算完呢，我们的运算时间是从25.6秒降到9.1秒，这个其实是快非常多的。所以增加 prompt 对我们的代价是非常小的，用多一点的 prompt 换取更精准、更少的输出是很划算的。那再来可能就会想，这个是指如果你部署在使用者的装置上嘛？如果我是呼叫那些 API， 不是会变得更贵吗？这个其实是没错，但是你也要看服务商的定价。像我刚刚介绍的 Together AI 呢，它就是输入和输出一样的价钱，所以确实你的成本会变高。但有一些是分开算的，像是 OpenAI 它就是分开算，输入是100万 token $10，然后输出是$30，所以就一样，其实增加输入的成本是比较低的。那如果你真的很在意的话，你就需要自己算一下。所以呢，一个好的 prompt 可以让你拿到更精准、更实用的回传结果。然后呢，你也不太需要担心 prompt 的数字增加的问题，因为模型阅读的速度很快，而且你有机会可以用更小的模型达到一样的结果，就表示它的运算更快，而且它的模型大小会更小。这边是我比较1.1 billion 跟2.7 billion 在 iPhone 15上运行的速度，看的是一个 quantizer 版本，就是一个精准度调整的量化版。通常呢，如果你要放在使用者的手机上，会用这个量化版本，因为我们希望它更快更好。然后这边可以看到两者的差距是很大的，阅读的部分的速度，小的模型是提升了3倍，然后写字也快了1倍，最重要的模型大小减少了60%。在这边，如果你今天想要在你的使用者装置上部署一个模型，你应该不会想要放那么大的档案在它的装置上。所以花时间调整 prompt 是可以带来很多好处的，不过当然是有一个前提啦，就是你必须要专注在解决一个问题，这样你改 prompt 才会很容易调整，然后又很好测试。所以你就专心的做好，让你的模型做好那一件事就好。我们不需要它会做很多事啊，就只要会做我的 app， 要做那一件事情就好了。这样会了之后呢，你就非常轻松。好，希望大家听完会觉得改 prompt 是一个有投资价值的事情。我们现在就来看要怎么调整。首先呢，你要先确保你这个 prompt 的格式是正确的。每个模型呢都有2个东西，你一定要看。第一个是它的结束的 token， 这就是用来判断它什么时候要停止生成文字。每个模型都会有 Q1 呢，就是长这个样子 ，end of text。然后再来，你要认识它的 prompt 模板。我刚刚有说 Q1 有一个懂聊天套路的模型，这就是它设计了一个结构化的聊天格式去训练产生的。所以如果你不用一样的结构，你就没办法达到一样的效果。那在 Q1 Chat 里面呢，它用的是 ChatML 的格式。这个格式长起来是这样子的，就是
每一个讯息你都要宣告一个开始跟结束，然后后面呢会有个角色名称。这角色名称有3个，就是 System、User 跟 Assistant。你就只可以用这3个哦，你不能自创，自创的话就可能会跳出他训练过、他懂的这个套路里面。那一般来说呢，这个系统讯息我们就是用来告诉 AI 要做什么，还有跟他说一些环境资讯。那就算你不需要这个，你也不能省略它，你就放这个预设的一样的 You are a helpful assistant， 就是原因一样，我们要确保它维持在他学过的 pattern 里面，用他学过的套路思考。好，然后后面就是用户和助手的讯息，这其实就在做一个聊天的角色扮演。其实不管你是要做什么，你都可以把它用聊天的方式写。你只是要把你要做的事情换个方式写，变成一个角色扮演的剧本。那基本上就会是系统讯息这个栏位写你大方向要求，然后 user 的栏位写具体的任务，接着 assistant 就会帮忙解决。所以实际拼接之后大概会是长这样子。多了几行我放出题的地方，那这个写完还不要送出，有个小地方你可以做得更好，就是呢，你可以在最后面直接设定下一个角色，你可以在最后面加上开始的 token 跟角色，这样就等于把它原本是叫它去帮我生成下一个对话，变成去帮我生成 assistant 现在该说什么话，所以就等于把它的回答方向变得更具体了。那要记得我们这边虽然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聊天讯息的 array， 但它其实就只是一长串的数字。我们加的这个所谓的 ChatML 的格式，其实就只是有系统性的加入这些 token， 系统性的建立一个 pattern， 让模型可以学，也方便我们套用而已。好，那讲完这些之后呢，我想回到这边再问大家一下，请问这边用我们刚刚的 ChatML 格式写的话，我们的这个 stop word 结束字要放什么？是这个 end of text 吗？就是我们的 keyword 模型学的结束字。其实呢，只要放 end 就好，因为 end 在 ChatML 的模式的格式里面，它代表就是讯息结束的 token。我们不需要它无止境的生成这个剧本，我们就只要它生成 AI 的讯息就好。所以这个也是结构化的一个优点，就是你可以很好的抓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所以实际上我用的参数是长这样 ，prompt 就是刚刚那一些，然后停止字是讯息停止的 token，temperature 我只有用 0.1， 然后最大 token 我只有设128。好，这样搭起来呢，拿到的结果会是长这样。回传结果虽然是变短了，可是内容其实不太对，所以我们现在才要来改这个，根据它回传结果做修改。也就是我们现在要做 prompt engineering， 根据回传的结果调整出最有效的 prompt。我在这边只会讲几个这个实作中最有效的技巧。第一个就是，请给我 JSON， 到底要怎么样你才可以给我漂漂亮亮、简简单单的 JSON？ 首先呢，你就是要正确的描述你的 JSON 的格式。如果你的 JSON 里面只有数字和字串的话呢，是个非常简单单层级的 JSON， 那你可以随便你想要怎么讲都可以。你可以用写字的描述，也可以给他一些范本，告诉他这种格式，任何有学过 coding 的模型都可以理解。那如果你需要的 JSON 回传是更复杂一点的呢？首先你要先确认这个模型有没有学过特定的 JSON 宣告格式，因为就像聊天一样，这个是一个有非常多的需求，所以有很多的模型都有特别为了回传 JSON 而做特别的设计，所以你就去看一下有没有，然后就照着它的规定写。那假如你找不到的话呢，你也可以用一个标准通用的方法，就是 JSON schema。这个呢就是标准规范的 JSON 描述方法。然后建议大家在描述你的 JSON 格式的时候啊，所有的命名都要用蛇形命名法，因为就是大部分的训练资料都是 Python 嘛，所以用 Python 的方式写就可以更好的引导他们进入到一个写程式的 pattern 里面。所以呢，其实我实际上的写法是这个样子，我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格式写，因为我的参数都很简单，所以就写一个好像是 JSON， 但其实又不是 JSON， 因为我在里面用了宣告我的 key 跟类型。那这边比较奇怪的是，我写一个我的日期是 YYYYMMDD， 因为我只需要年月日，所以我觉得我把它简化成字串就好。这个部分这样写其实还有问题，我等一下会讲到。那宣告完了格式之后，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告诉他，你只可以回传 JSON 给我哦。这个要怎么写？其实就是直接设定一个 JSON 的开头就好了，就跟刚刚设定角色一样，利用文字生成接下去的这个特性，让它强制开始产生 JSON。
所以现在就变成本来我是要它接下去 assistant 要说的话，然后又变成接下去完成这个 JSON。我是加了一个 action 的开头，因为我就把 action 用来当做这个模型用来选我要做哪个 intent 的 key。那就算你没有像我一样有一个固定的 key 也没有关系，就算只是加了一个这个大括号也很有用，一样可以让它进入到开始写程式的状态。那接着你拿到回传之后，你就只要再自己组装回去，就生成了一个正确的 JSON， 你就可以自己想要怎么用，在程式端想要怎么用就怎么用。好，那这样 JSON 的问题解决完了，还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有时候还是会乱写。我在我的这一个 demo app 里面遇到问题，就是它会乱写 intent 的名字，就是明明我跟他说我的 intent 是 absurd， 但他就很喜欢跟我回传 add span 或是 edit span、create span、update span 各种类似但是不是我要的名字。那为什么他要乱写 intent 的名字呢？其实只是因为这个名字对他来说才是出现的几率最高的字，也就是这个名字才符合他学过的套路。那我们其实就不用多想，我们只要照着他的套路走就好，就配合他嘛。所以呢，我就把我宣告的 JSON 格式改成他喜欢的 add span 跟 edit span 分开来写。对我来说，就只是多了几行程式嘛，然后我只要把这两个名称都对应到 absurd intent 就好，并不麻烦。而且我这样做就可以让他不用在类似的东西之中做选择，也可以强化他原本就已知的规律，让他更稳定的输出这两个字，做这两个选择。然后还有个人讨厌的就是乱写日期，有时候像这个他就直接给我写个今天，然后有时候会写一些无关紧要的日子。那首先呢，要跟大家说，乱写日期是正常的，因为语言模型就是不会数学，你很难把文字跟数学的规律放在一起处理。比较大的模型会比较有机会处理到，但是呢，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大家直接预设任何模型在处理跟数字有关的内容的时候，都会有很高的几率出错，我们必须要自己处理。好，那要怎么处理数学呢？有两个方法，一个是做一个让它可以对外请求的 function calling， 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讲。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直接给它示范，让它从前面的文字中学习。在这边我就是用这个方案，我其实就是非常简单的就给它一串常用的日子的中文名字和它对应的日期。那其实加上日期的资讯啊，真的很有用。就是我们常会无形之中把日期的概念当作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然后不知不觉要求 LLM 去帮我们做一些跟日期有关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不管你今天你的 LLM 是要拿来做什么，你都可以加上这些资讯，它一定会在某个时候派上用场。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function calling 是什么。我们现在使用 LLM 的状况是这样，就是我跟这个 LLM 一来一往的对话。我跟他说使用者说什么，他跟我说要用的 intent 是什么。在这边如果加上 function calling 的话，就会变成这样。我这边就是多了搜寻资料还有计算机的 function， 让它可以呼叫。所以呢，它就是变成有两条路，它可以选择要回传讯息给我，或者是选择调用 function。比方说呢，我的使用者可能会说，帮我删除买鞋子的资料。那我的 AI 收到这个就会没有办法直接删除啊，因为要删除一个资料，它需要 ID。可是我们不可能问使用者，这个鞋子资料的 ID 是什么？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有 function 的话，我们就可以让它自己查。它可以去呼叫这个 function， 跟他说，搜寻鞋子，让资料库帮他找鞋子的资料。然后资料库找完之后，就跟他说，鞋子的 ID 是33。那接着他就可以把这个资讯拿过来去处理删除的请求。那在这边呢，其实这些 function 都一样是从我的程式提供的，所以它其实不管是走哪条路，都是回传到我的程式，是我根据它回传的内容来决定我下一步要做什么。所以在我们这个 demo 其实实作非常的简单，因为我们不管走哪个路径都是回传 JSON 嘛，所以我只要把我要给它的 function 当成是 intent 喂给它，然后当我们收到回传的时候，我们就只要判断它选的 action 是 function 还是 intent。如果是 action 的话，如果是 function 的话，你就直接回传结果给 AI， 让它再一次判断下一个动作是什么，下一个 intent 要生成什么。如果是 intent 的话，就直接执行，然后向使用者显示结果。好，那就快速的总结一下 ，function calling 就是在模型需要额外的资讯的时候，向你的 app 请求。
然后要使用这个功能呢，其实也要看模型有没有学过。有的话，你再跟着他们的格式做，那这个也一样是一个非常热门的功能，所以蛮多模型都有做的。但是呢，有一个比较麻烦的点，就是有一些模型它不是给你文件告诉你你要做 function calling 的 prompt 你要怎么写啊，它是给你一个 Python 的 framework， 跟你说你就用这个 framework 就可以直接生成要用的 prompt。那 Q1 就是其中之一，所以我只好手动找。然后如果你去它的 GitHub 就要找到这个档案才会看到它的 function calling 的格式。如果你们需要的话，就直接去这个档案看。好，那这几个就是我在这个简单的 demo 中有用到的重要技巧。如果你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 Prompt Engineering Guide， 这边可以学到更多。然后如果你是用非开源模型的话，就建议直接看你使用那个服务商，他们通常都会提供自家 prompt 的技巧文件。还有就是我非常建议大家在调整你的 prompt 的时候做 TDD。因为可能一开始你修改 prompt 的时候，你会觉得还蛮有趣的，我稍微改一下它的回传就变得这么棒。可是改久了，就是你每一次你改一个字，你都要重新测试所有你前面测试过使用者可能会说的话，那就会很无聊又很麻烦。那我们做 intent 的话，要做 TDD 其实非常简单，你就是把你的 intent 变成 equatable 的，然后就直接做相等名调就好了。好，那最后听了这么多，我想大家心里可能还是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个解决方案是 production ready 吗？我们大家都有用过 ChatGPT 嘛，我们都有用过一些其他 AI 的程式啊，他们有时候会做一些奇怪的事啊。那这个答案我必须要说，就是是也不是。就如果你想要的就是一个完全不会出错的 AI， 那真的就是没办法。但是呢，我想问一下大家，你觉得 Siri production ready 吗？就是对于我这个完美主义者来说，我觉得是 no。就到现在，我还是常常有一些 moment 觉得你怎么那么笨，但是我还是会用它，因为虽然 Siri 很笨，可是我很聪明啊，我知道它的能耐是什么，我知道它就是只听得懂今天天气，跟我说今天天气，我知道它就只能帮我更新行事历，那我就只会跟他说那几句话，我不会尝试挑战他，我就只是想要那些他带给我的方便而已。所以对我来说 ，Siri 它不是聪明，它就是给我方便。那让使用者方便的话，有几个要点。第一就是你要明确让他知道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不要浪费使用者的时间就不是问题。然后再来就是你要设计一个方便的复原机制，因为就是偶尔 AI 可能还是会耍笨。那我今天讲的这一个 AI solution 呢，我是希望大家可以把它只是当做给使用者一个便利。我想告诉大家，不是利用 AI 就是一定要做一个革命性的产品，你也不一定要把它当做一个主力功能来推。你可以就只是默默的帮使用者做一些小事，提供一些建议，这些小小的细节就会累积起来，让你的产品变得更有魅力、更有粘着度。好，那最后我们再总结一下，要怎么实做下一代的用户体验。第一步呢，就是交给 Siri 做最简单、最快的解放用户的双手和双眼。然后再来就是利用文字生成的技术来强化省下用户跟 Siri 一来一往的时间。最后就是记得这东西不一定是要面向使用者的，你可以在背后偷偷用，巧妙的提供他一些建议或是辅助的功能。那我自己在实作的时候，我是觉得它很适合用来替代一些复杂的 UI， 让使用者直接用讲的，他就不用去学那些 UI， 然后你也省了思考要怎么样才可以做出一个他们愿意用、愿意点、愿意学的 UI。哎呀，我讲得太快了，好，这样进到提问时间。那这边是我的 Twitter， 然后还有我做了一个小鸭子的贴纸，大家如果喜欢的话，等一下可以来跟我拿。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吗？